大家好，我是文。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看过我们以前的视频的人呢，一定都知道我和丽蓉是10多年的闺蜜。对对对，那我觉得虽然我很了解丽蓉，但是呢，对丽蓉还是有很多很好奇的地方。其实我也是，我对你也有一些好奇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拍今天这个视频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会先问丽蓉一些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是我很好奇，嗯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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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嗯，也要问你这个10个问题。是。那我先问你，好的，好的。丽蓉，我很好奇，你会焦虑吗？嗯，会的。就是如果我的工作有的时候我做的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是我自己在家，然后没有朋友陪我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都会焦虑的。以前我都不知道你会焦虑，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非常开朗，我以为你从来都不焦虑。我会焦虑的，我焦虑的时候，你就看我不在家，到处跑，去逛街，去买东西，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，化解我的焦虑的。可是你每天都不在家，所以你每天都很焦虑吗 有可能。？OK，好。那你焦虑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来缓解你的焦虑呢？主要就是我会告诉自己，然后不要焦虑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没事儿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多出去走走，去看看风景，去个公园溜达2个小时，然后可能我的焦虑就会好很多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那我很好奇，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会不会一个人躲起来哭呢？其实也会，但是很少。可能有我伤心的时候、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不是哭，可能是去玩儿，或者是去买东西，然后就这样。对，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很少哭，嗯，对对，我只见过你哭过一次。是吗？对，啊，你记得吗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好，那我们私底下说。好，那我很好奇，你会害怕变老吗？当然会。当我拍照的时候，或者是有的时候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脸上多了一道皱纹的时候，真的有点儿害怕。但是其实虽然感觉有点儿害怕，就是感觉自己老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这样很自然。那你会做什么事情来延缓衰老吗？可能会买一些护肤品，但是其实那个护肤品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。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心态年轻吧。嗯，对，确实是。对。我很好奇，你拉黑过别人吗？我先解释一下拉黑的意思。拉黑呢，就是你在社交媒体，在比如说微信，然后 WhatsApp 或者是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，屏蔽一个人，然后呢，让这个人不能联系你。这个是嗯拉黑的意思。嗯，那我很好奇，你拉黑过别人吗？其实并没有，我对朋友是这样，如果你不愿意联系我，那就不联系吧。然后我如果关系不好了就不好吧，我真的没有主动拉黑过别人。那你被别人拉黑过吗？会的，有这样的情况。然后我可能有什么事情给他发信息，突然发现我发不出去了，我在想为什么要拉黑我呢？你不知道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拉黑我了。然后我的办法其实更过分，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不主动就是去伤害一个人，或者是拉黑一个人。但是如果他拉黑我了，我可能做得更绝，我会删除他。其实我很好奇，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拉黑和删除它们的区别是什么。我觉得拉黑以后，你可能能继续给他，拉回来，就是变成还是朋友。其实你们还是哦。朋友，就是暂时或者是一段时间，你们不能联系了。但是删除了以后，你们就不是朋友了。哦，然你们就后他就不能再把你加回来了吗？不能，他加我的时候得通过我的允许，我验证同意了才能加他。啊，那如嗯果是拉黑的话，他就可以自己不经过你的允许，嗯。然后他把你再拉回来。对对对，我还哦。听说最近好像是微信吧，好像是不能，就是你删除以后就再也不能加回来了，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哦。嗯，哦，我不知道有这个新的功能。我看那个说升级版的那个微信有这个功能，说你删除了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。那我觉得
因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，比如说情侣啊，或者嗯是他们吵架以后，他们嗯，会怎么说？啊，很生气，对，很生气的时候呢，嗯他们就会把别人拉黑或者删除。嗯，所以其实随便可以拉黑，但是删除真的不能随便删除的。我很好奇，因为其实以前我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他们会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去看他的朋友圈，或者是他有的时候会让我把他拉黑，然嗯，后呢，他来看我的朋友圈，就是当一个人把他拉黑以后，他的朋友圈呈现的状态是什么，或者是说他哦，给我发微信发消息的时候呢，他能不能发出来？然嗯。后呢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是他想看看别的人有没有给他拉黑。他会经常去看那个人的朋友圈，然后看，哦，朋友圈有一条线，那是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吗？嗯，所以我很好奇，你会不会去这样做，然后看看别的人有没有把你拉黑？其实不会的，我不在乎这个，那样太敏感、太累了。所以我觉得他拉黑我了，可能1年我都不知道他拉黑我了，我并没有去看他，嗯。嗯嗯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性格可能你也不太会做这个事情。对对，我是这样的性格，嗯，是，我也觉得这样的人啊，活得太累了。太敏感了，对，是。因为朋友我觉得是让我们互相开心的，是开心我们在一起做朋友，如果不开心了，而且很累，我觉得干嘛要做朋友？那虽然我们很了解彼此，我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但嗯，是我们很少聊我们的经济方面的事情，啊，对，我嗯，们很少聊，什么投资啊，然后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我很好奇，你炒股吗？吵过。过，对，炒过。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很早以前10年以前吧，那个时候股票还很厉害，我们叫它牛市。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到了很高的那个钱，我有很多很多钱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它跌了，然后就赔了很多很多钱，其实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个像赌博一样，所以我觉得，不太好，所以我就不再做这个了，嗯，所以现在你也不炒股了。对对对，嗯，好，那因为我看你的房间里有很多奢侈品的包包啊、衣嗯，服呀什么的，嗯。我很好奇，他们都是真的吗？哇哦，这可以说吗？可以。好，其实这个是我的秘密了哈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其实我对奢侈品有一点点需求，就是我觉得证明我值得有一个很贵的东西，有可能它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值得。可能有少数的有2个这样的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它那个样子和款式，我确实很喜欢。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买真的，还是有一部分不是真的，那我很好奇，如果你的朋友跟你借钱，你会嗯，借给他吗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以前借过啊，我那个朋友借了他不少钱，然后最后也没有还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没有还，对，到现在了，我也找不到那个朋友，他就消失了。对，消失了。很多钱吗？对，那个时候算很多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算很多。然后现在我已经不敢借给别人钱了，我觉得这个很伤心。嗯，确那实。那当然，如果要是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借，我会借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，嗯，你现在借我点钱吧。好，我们私下说。行行行。那我很好奇，你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？嗯，上次我们说我是一个决定东西很快的人，嗯干净利落的那嗯，种，很爽快的人。干脆利落那种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不喜欢那种不太爽快的人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都犹豫不决，我不喜欢那样的人，对。但是就算这样的人我不太喜欢，也有可能我会跟他交朋友，你知道我的性格啊。对。但是让我真的觉得我绝对不能交的朋友是，表面上很好，然后说好听的话，然后其实私底下说三道四，就是跟别的朋友说这些，我这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是你不能接受你的朋友在背后说你的坏话。对，如果我发现了这样的人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生气，但是你不同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开玩笑，你不会说我一些好听的，让我觉得，他为什么一直说我不好？但是其实你在别人那里，我听到很多你都是在说我好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感动。是，所以其实，
就我自己来说，我会很害怕，我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说很多很多好听的话，比如说哦，你的衣服真漂亮，你怎么那么漂亮？对对然后这对。样的，我会觉得有点假，我会害怕跟这种人打交道。对，是的，有可能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好话，他说好话的时候我们很开心，但是有可能他见到你的面说你很漂亮，然后背后跟别人说哦都是假的什么什么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想问丽蓉的10个问题，那下面轮到丽蓉问我了。嗯，好，我很好奇，你会怕胖吗？因为在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胖过，没有让我觉得就是，过分的胖那种，从来没有。所以我觉得你会有这种怕胖，有这种焦虑吗？有啊，我很真的怕吗？胖啊。对，我特别怕胖，所以呢，我会比较自律。就是嗯如果我这段时间胖了，我就会想办法把它减下来一点，嗯然后我就会不去吃太多甜的东西啊，或者是米饭不吃太多呀。嗯哼，尽管如此，就是在你认识我之后，这10多年，我还是胖了很多，胖了吗？胖了。啊，嗯。我一直觉得你很瘦，因为你的脸很小，然后那个胳膊也很细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羡慕你，因为我的那个手臂我觉得很粗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哇，你为什么那个手臂一直那么细呢？但是我的脸都是骗人的。但是还是很瘦，嗯，我胖的时候不胖脸，我啊，是胖别的地方，比如说哦腿啊什么的。哦，就是你容易胖的地方它胖，然后一般脸都不胖。对，然后一般也看不太出来我的双下巴。嗯，对，嗯，你好像几乎没有，不是几乎是没有，对，所以我胖的时候不胖脸，胖别的地方。真让我羡慕。我还很好奇啊，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你拒绝朋友的时候不怕朋友伤心吗？因为呃，你是那种我觉得比我更爽快的那种，就是如果你不喜欢，或者你不想去，或者你心里想的是这样，你就很快会拒绝朋友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我说，哎，文，我们出去玩儿吧，你会发给我不去。然后就很干脆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说我看看吧，但是你呢就很干脆。我很好奇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嗯是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干脆的人，嗯我不喜欢，如果是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，我嗯能去就能去，不能去就不能去。我不想给别人一个希望，说我看看吧，然后他一直在等我。其实我不太习惯别人等我，或者是我不太习惯说这个事情我明明知道不会发生，嗯，但是呢，他还对我抱有一丝的希望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当我知道我不能去，或者我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的直接的告诉他我不能去，或者我没有时间，或者甚至是说我不喜欢。我就直接告诉他，他也不需要来猜我到底是有没有时间去，或者是到底我想不想去，或者怎么样，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他。嗯。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要学习的。我很喜欢这样的性格，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有某些方面我是做不到的。其实你身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朋友，然后嗯，不管是什么性格的朋友都有。但对，是我身边的朋友是他真的了解我的人，是他可以接受我就是我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不需嗯要去说一些很漂亮的话呀，或者嗯什么的，去跟他们成为朋友。嗯。就比如说你，我说不去，然后你伤心吗？我不伤心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你啊。对，所嗯，以呢，你就是我会留下来的朋友。对对，是的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的性格。嗯，我比较直接。对对对，也是我喜欢的，因为我喜欢干脆的这种人。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，你不可能跟每一种人都成为朋友。对，你也没有时间去跟，因为如果我跟他成为朋友的话，嗯我会跟他花比较多的时间，然嗯后呢，会对他比较了解，嗯然后会变成比较近的朋友。嗯，那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，我不可能跟每一个人，或者是不可能，有时间跟每一个人都成为很近很好的朋友。对，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，是吧？对，是。对，其实以前我也很害怕别人不喜欢我，嗯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多了，然后呢，我自己的心理比较强大了，我接受有的人他们不喜欢我。嗯嗯。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有意思的话吗？我们又不是人民币，为什么让每个人喜欢呢？对对对，对，
下面还有一个，就是我很好奇，你有工作方面的焦虑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嗯。有，嗯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在工作方面做得很好的人，不管是教学生还是干什么事情，你都是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这方面的焦虑，但是你也有。我是有的，就是因为我很焦虑，我会焦虑说以后我会不会失去这个工作呀，或者是我做 YouTube 的时候没有人关注我，或者是没有人给嗯我留言啊，所以我才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。嗯所以这是我焦虑的一种表现，然后嗯呢，也是缓解我自己焦虑的一种方式。就是我焦虑、我担心、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花时间、花精力去把它做得更好。嗯，所以希望大家多看看我们的视频，让我们的文老师不要焦虑哦。对，是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个，就是，我很好奇，你一个人决定去清迈，然后你对清迈，其实了解但是不多，然后语言也不通，你自己决定去，你不会害怕吗？哦，这个我是真的一点都不害怕。哇，很厉害，是因为清迈以前我没有去过，但是呢，我去过好几次泰国。我去泰国的时候，泰国人都比较的友好，嗯，而且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种感觉。我觉得清迈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，我不需要去害怕什么东西。其实我去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新闻，但是我其实我去的时候我是不害怕的。我觉得这点就是很厉害，你就是你决定做了，然后你就不会说想很多别的东西，害怕呀或者什么的，对，那我想大不了我就回来嘛，我就嗯回北京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我还有啊，我很好奇，就是你看到漂亮的衣服不会心动吗？因为你很少买衣服，对，所以我买了很多，我看到就心动，心动就买。但是你呢？你不会吗？我也心动啊，但是我没有钱买呀。这需要我借你啊？对啊，所以如果你借给我一些钱的话，我就可以买了。好吧，我考虑一下。开玩笑的啊，其实看到这些衣服我也心动，但是呢，我也知道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衣服。对，如果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衣服的话，那当然我会买。嗯。那如果是我觉得还行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呢，也不是我一定要买它，一定要得到它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会等可能2天3天。如果2天3天以后我还想买，我才会去买。那如果我2天3天以后我不想买了，那我就不买了。这个方法我可以试试，就是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放在购物车里，然后等几天再看，不要对说一看就买。对，嗯，那还有啊，就是我觉得你的汉语教的那么好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学生有一些学生都成为朋友，然后我们见面或者什么都会说教的很好，然后他们从零起点开始，然后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，那么厉害，你教的那么好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我的秘诀是严格。哦，学生都怕你吧？也不是真的怕，但是我会对学生比较严格。哦，就是但是也是因人而异的，就是不同的学生，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教他们。如果嗯是这个学生比较自信，那我会对他比较严格。嗯越自信的学生，我对他越严格。这样嗯的话呢，因为有的时候学生很自信，如果你经常表扬他，他可能会飘，嗯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或者嗯很棒，然后呢，可能就不会认真的学习或者怎么样。嗯嗯嗯那像这样的学生呢，而且他比较有自信，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稍微打击他一下，一点点的话呢，他也不会说对汉语失去兴趣，或者是对自己失去信心。这样嗯的学生呢，我就会对他比较严格。嗯那不是很有自信的学生呢，我反而会经常夸他，嗯去让他提高自己的信心，然后呢，让他敢于开口说。嗯如果他不自信，然后呢，他的性格又比较内向，如果老师还打击他的话，那他更不敢说了。嗯，那这就是我们所用的那个词吧，叫因材施教，对吧？是的，嗯嗯嗯所以呢，总结来说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因人而异，还嗯有一个是严格，比较严格。所以大家小心了，文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哦。
那说到这个上课哈，我想知道，就是我很好奇啊，就是你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你会紧张吗？紧张啊。啊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。其实上面表现的还好，下边我的手已经出汗了，然后不知道哪句说的对或者不对，很害怕，是，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个日本人，嗯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已经学完了 HSK 4级，那我要给他上的内容呢是 HSK 5级的内容。那其实对于一个新的老师，一个新手老师来说，HSK 5是没有那么好教的。对，是的，所以呢，我提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，然嗯后去备课呀，然后什么的。但是当我坐在他前面，因为我们是1对1的课，我们是嗯嗯坐着的，我不需嗯要站着。嗯，当我坐在他前面的时候，我手心也冒汗，哦，你也有，我也会有，我的手心也是冒汗的。嗯，但是呢，那我是老师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那我对。需要强装镇定。啊，装的都是。对对，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装一点。对对，其实我也是，就是表面看不出来，其实心里可紧张了，有可能腿都在抖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是我的这个学生他比较包容，嗯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知道，他看得出来我是新手老师，嗯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可能我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会去挑我的毛病，他嗯会给我时间慢慢想，然后慢慢的去给他解释。学生很好。对，所以希望每一位新手老师在刚开始教课的时候，都会遇到比较包容的学生，不会遇到比较挑剔的学生。希望吧。嗯。嗯，平时啊，你看，就是你一上课或者是平时的状态都是那种，就是状态很好，就一直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的呢？其实我有的时候，我经常跟我的别的朋友说，他们不是汉语老师，嗯我会跟他们说，如果我不说话，不是因为我不开心，或者是不是因为我生气了，嗯，是我累了。哦，因为上课的时候，我觉得必须非常的认真，必须嗯的投入非常多的精力，嗯。所以上课的时候，其实对我的消耗是挺大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应该是比我更累，因为我是还算是比较轻松的那种老师啊，所以我觉得你会更累一点儿。然后但是呢，你的工作状态也特别好，这个让我真的是很是因为下课以后，我可能不会说话，或者是我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兴奋，我嗯可能会情绪会下来一点。哦，这样的话，我才能保持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状态。其实我们的老师都是这样哈，可能下面可能都生病了或者什么，但是一上到讲台就到了那个状态了，就保持那个状态，哇，其实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工作状态吧，对，我觉嗯。得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自己夸一下自己又比较敬啊，业，对，对吧？对，是这样的。嗯。那我们聊点儿别的啊，就是你喜欢旅行，然后呢，你那么爱干净，你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。那如果有的时候你去旅行的时候，住到一个不太干净的酒店，你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就是硬住。我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会带一些一次性的东西。嗯，那如果是不太干净的酒店呢，我就会把我的一次性的东西铺上。哦，或者是我睡觉的时候，我不会脱我的外面的衣服。哦。这样可能我比较能接受一点。哦，嗯。所以就这个让我一直很好奇，就是因为我跟你一起去旅行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可能我们会换一个或者怎样，然后但是你自己也经常去旅行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协调这个东西。其实，我们两个人都是对酒店比较挑剔的。对对对，是我是2019年的时候去过一次，徒步，啊，在喜对马拉雅，记得对对吗？对对，我就是想到那个时候你是怎么睡的，怎么做的，它上面的环境，然后包括住宿的条件都没有那么好，因为他嗯们条件有限嘛，嗯，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靠人工背上去的。哦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的那个，我觉得他们的被子可能从来都没有洗过。对，肯定很多味儿啊什么的，对，然后呢，洗手间、浴室都是公共的，嗯没有你自己的单独的洗手间和浴嗯室。嗯。
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在这个情况、这个环境下，你还是要接受，对就只对。能自己心里克服。但是还好，我去的时候呢，我买了那个睡袋，我自己的睡袋，所以呢，我的整个人是被睡袋包住的，我哦。自己不会去接触他们的被子呀、他们的床呀什么的，我的睡袋是很干净的。嗯然后，其实从喜马拉雅徒步回来以后，我对酒店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了。嗯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有热水可以洗澡。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如果要想改变这个东西，那是不是要多旅行，去各种地方旅行？对，是嗯的，然后要去露营啊什么嗯。的，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条件的酒店。对对对。那我就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因为你很喜欢旅行嘛，那下一站去哪儿呢？下一站我可能会去欧洲，哦。你想不想去西藏呢？西藏想。那我们真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去西藏。嗯。我们可以先在网上查一下去西藏比较好的季节是什么时候，对我们要去完成我们的西藏自驾之旅。对对对。我们然后要去开那个318。对，然嗯。后还是由丽蓉开车。对，可以，好。好，加油！我很期待。好，好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大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奇的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们，我们不一定回答，但是你可以问我们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